感谢我，发现我每次叫你帮点忙你就退缩，你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了。谁退缩？人家那名额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等下期吧。半年我哪等得了？你赶紧想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其实要我看吧，他这公司应该没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得了。我给他买，我给你推大折快点。慎重啊！我现在可打得过你，我是让着你。我跟钱钱学好几招呢。你看你跟钱钱说，他不教官吗？你让他给我加进去。我不说，爱谁说谁说。你不说谁说？我怎么说？那我也不能说呀。是你别看我跟人家有感情基础在，是吧？也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但是我不能让他犯错误，对吧？你这个给你送进去太简单了，但是你让人发现了啊，他再给被人开除了怎么办？那我不就得娶她吗？我没准备好，你这太负责任就是，是吧？那你们结婚之后，这后生活怎么办？他主内，我主外，然后带孩子在家。哎呀，结婚生几个2个吧，2年内。哎，我最怕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最怕你们结婚之后，钱钱的性格欺负你，他那破性格。嘿，我来这干嘛来了？我这学这几招，我征服他，压制他，他要跟我叫嚣，你回。做饭，征服他的胃。谁要被公司开除啊？你又要娶谁啊？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要上你们那3大班，他现在没有名额了，你给我加进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学点武术，我保护自己啊。换一个理由。海星在这老受欺负，他让我过来陪陪他，帮帮他。再换一个理由。我在家无聊，我过来收筋骨。这个理由很真实。走吧，先考核。考什么考？考完核他就能进了。什么考核？考去了。这进去了吗？哎呦，太突然了，太意外了。考啊！326圈坚持不了了。差27圈了，教官，对吧？我都在班上了，为什么要跟他一起跑啊？你自己要跟人生养孩子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跑？滚蛋！哎，先继续跑，多跑跑步对身体好。我不生孩子，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？那要不要也不要参加培训班了，好不好？累吗？不累。还能坚持吗？还行。不错啊，再跑20圈。教官，我们缓一会儿行不行？能不能体验点别的？这个太单调了，是吧？想换点别的方式啊？我满足你俩。跟我走吧。没啥好事。坚持住！哎，教官，我提问。讲。我们过来学散打，你让我跑步我能接受，是锻炼体能。你让我劈叉有什么用？我不是学跳舞。我跟你打个打不过劈叉给他看啊。那可能还有点杀伤力。韧带拉伸是一切动作的基本功。韧带过于僵硬，肢体就会不协调，容易受伤。哎呀！啊！教官，我受伤了。真的？教官，帮帮我。教官，你能帮帮我吗？高主任你好，这里有个学员坚持不下去了，散打训练班可能会空出一个名额。我其实用不着，自己坚持一下就行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还能坚持。高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学员说他能坚持。再见。还能坚持是吧？
20瓜跳。不是，姐，我都是老学员了，对吧？你欺负新人也就算了，你折腾我干嘛呀？50个。我陪练的。60个。不是。1、2。哎呀，笑是吧？50个蛙跳，一起做。啊？一起做。手抱头，快点。蛙跳可会跳。哎呀1。动作做得不错啊！下面我们进行抱摔。我给大家讲一下抱摔的动作要领。11，出列。当对手攻击你的时候，挡住上步，挺快，将其摔倒。刚刚是分解动作，现在做一下连贯的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你先来。是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是。不许笑！起来！起来！拳速太快了。再来！嘿，嘿！哎呀！51起立！有笑不笑？这是训练场，给我严肃点！这位学员，今天就算摔100次，做不标准也得继续摔。摔，来。哎呦呦呀，这太沉了，你这拎不动啊。你先别晕，这样啊。这么摔知道吗？哎呦，完了，这腰，哎呦，我这是，不行，我得上医院，可别上不了枪。我上医院了，走了。真是造孽，都是队友，就不能轻点儿？那哪行啊？训练是严肃的事儿。要是你妈看见，那还不得心疼死啊！以前在训练队受的伤比这重多了。来，伤跟伤能一样吗？有些伤让人生气，有些伤啊让人解恨，有些伤就让人心疼。那好了，你要什么不舒服啊，就喊我啊。好嘞。高丽，谢谢啊。还好没事儿。哎，
你们就不能下手轻点儿？太被人打的。遵命。谢谢。还好吧？没事。不觉他们走了？可算是走了。这小少爷气鼓气胀的，一直缠着我，不让你做陪练了，我都服了。别理他，他就是小孩脾气。是挺小孩脾气的，不过还挺可爱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我给你揉揉。哎，这儿是吧？不过说真的啊，我觉得他吧，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呀。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他这个人就是比较重感情，换了别人他也这样。是。派出所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还没，快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心啊，真是够大的。你吧，刚陪练你悠着呀，你干嘛这么卖力气啊？我这2天当陪练，我倒觉得挺轻松的，脑子什么都不用想，跟度假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出外勤的原因，不用持续备战，不累呀。爸，哎，爸，怎么了？我上班呢。你们要来看我啊？几个人？6。没有，我挺高兴的呀，我特别高兴，爸。那个，我订个酒店吧，我那太小了，住不下。爸，我姑他们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，你住在家里挤着不合适。行，我听您的。那我挂了啊。哎。家里要来人啊？我爸、我妈、我姑、姑父、表妹一家来看我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人多热闹。 6个人，吃喝拉撒又一笔钱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。每到月底，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要钱，变着花样不一样的理由。我表弟要换车，他们要赞助，他们赞助我掏钱。前2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要给我买1套房子，他们付首付，我交月供。我人在这儿，他们在老家给我买房子，我。 愁死我了！行了，你也别愁了。家里来人看你，怎么说都是好事儿，高兴的事儿。你看我，天天孤苦伶仃的，就连过年都是俩人，不是我跟我爸，就是我跟我妈。你是孤苦伶仃的，但是你胜在简单啊。我们家是人多，七大姑八大姨的，真的烦死了。唉。 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球场了。干嘛呀？真要拿那个教练证啊？当然了，做兼职能赚钱。走了啊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开球的时候，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，这球给打偏了，一下子差点砸到你。没事儿。我爸第一次来这场子，对周围地形也不太熟。你这个理由不成立，一看你就是缺乏锻炼，导致动作变形。你可真是厉害，这小伎俩一下就被你给拆穿了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这场球的费用我包了。这个真不用，谢谢。哎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吧？怎么？我也是一个人来的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打球很厉害啊。要不然，咱们来比试一场，怎么样？跟我？对啊。行啊。哇，打那么远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我一般进入状态比较慢。我都后悔刚才跟你说那番话了。不过呢，我也得硬着头皮上啊。那我就献丑了啊！我这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怎么样？姿势不错。没了。没了。老板，你用车吗？不用了，我们俩走走路吧。好啊。我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姓侯，您贵姓呢？叫我钱钱吧。钱钱。侯叔叔好。侯叔叔。你这称呼一叫吧，就一下把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给拉开了。一旦我在你面前成了侯叔叔，咱们这谈话的氛围就显得有那么点拘谨。再说了，我还没给你准备压岁钱呢。叫一声侯叔叔就给压岁钱，稳赚不赔呀。侯叔叔好。好，叫吧，叫叔吧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场球你肯定是输定了，要不然你叫我猴哥吧。啊？哎，不对呀，猴哥这发音听起来怎么那么像花果山的孙猴子？你叫我侯总，叫我侯总，这样听起来舒服。行，侯总好。进。蓝总，51已经不在智荣建设了，他已经回安保公司了，一个男保镖顶替了他。3点的会帮我取消，我出去一趟。好的。你在哪儿？我要马上见到你。我在工作，不方便。别骗我了，秘书帮我去智荣公司给你送花，他们说你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必须马上见到你。好吧，我在公司，不要告诉我爸妈。侯总啊，您这球打的真的是太丑。别得意，临门一脚失误的多了去了。你来，献丑喽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倩倩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好久没有像今天打得这么过瘾了。侯总，瞧您说的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而且你是我见过女孩子当中打高尔夫打得最好的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参加专业比赛才行。其实呢，我参加过比赛，成绩还不错，就是想着试试看看。 考这个中级的教练证，这不今天休息嘛，就来练练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球技那么厉害？哎，那你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安保公司做教练，主要培训保全人员和安全随卫。随卫？随卫是什么？就是你们说的保镖。 啊，知道了，原来是镖局的教导。失敬。侯某今后要是受到谁的欺负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我，对不对？侯总说笑了，您那么厉害又那么成功，谁敢欺负您啊？你呀，你敢欺负我呀？荒唐！ 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！谢谢你这么无条件的相信我。你这个雇主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想让你走的话，光明正大的说不好吗？干嘛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呢？跟侯爵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那女孩不是他女朋友吗？啊，他女朋友的事儿他不知道，可能吗？他真的十一，你太善良，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你这样怎么当保镖？你。 放心吧，警方会处理一切的。警方处理好是警方的事儿，你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。他们这是对你的伤害。这样，我帮你找律师，我们告他们，让他们加倍赔偿你。我不要赔偿，我只是希望事情的真相赶紧出来，要不然我就得离开这个行业。 证明了无辜之后，你也得离开。咱不干了。十一啊，我们那么多同学，都结婚生子，过上安稳的生活了，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外面拿命拼，干嘛呀？这工作又累，又危险，还要受委屈。 如果你是为了叔叔的债务的话，我来想办法，行吗？不用，谢谢你。我爸呢，是给了我一些压力。不过就算没有我爸，我也不会离开这个行业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只有在这个岗位上，我才能找到自我价值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 如果你想继续做，你就继续做，但是你记住一点：你以前是一个人，什么事儿都要一个人扛。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有一个我在帮你，听明白了吗？谢谢。我跟你说呀，其实我对你们这个行业啊，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，因为我替我儿子请了一个保镖。那个孩子啊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老是惹是生非的，有个宝宝跟着他，可以保护他，我这心里踏实点。侯总，您是叫侯志荣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还真是。怎么了？这是这，
这聊天聊得好好的，你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呢？我是不高兴了，而且非常的生气。为什么呀？您儿子的女性朋友冤枉我的好朋友，说他偷了项链，我真的不明白你。我知道了，51是你的朋友啊。他不仅仅是我的朋友，我对他非常了解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对不起，这个饭我没有办法跟你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姐，你先不要生气，你先坐下来，你先坐。倩倩，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，好吗？其实我对这个女孩啊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。据我所知，她跟我儿子侯爵啊，两个人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那儿子成天在外头惹是生非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认识一帮狐朋狗友，竟然把你最好的朋友给伤害了。我代表我儿子，真诚地向你和你朋友道歉，好吗？还有，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？方露。对，那个女孩是她直接给你们赵总打的电话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是不会让51回去的。侯总，那能不能麻烦您亲自给我们赵总打个电话？甲方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。可以，这样你先让我了解一下情况。我也不希望一个好人受到冤枉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希望一个好人被冤枉。接个电话。喂，说。我在外头有事儿呢，回不去。今后像这种小事情，你们自己就处理了，可以不可以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公司的事儿。公司的事不重要，吃饭。公务重要，饭还可以再吃嘛，走吧。啊，饭还可以再吃啊？那咱们俩能加个微信吗？这样下次约的时候也方便点儿。哎，加个微信吧。我扫地。哦，好。侯总，我朋友11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行，没有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改天咱们约啊。小侯总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小侯总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你是那个南琪。哦，对，什么事儿啊？坐下说吧。不错，咱们开门见山嘛。我是为了11的事儿来的。你都知道了？对啊，他都告诉我了。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，而且对他的事业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对啊。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，无论你知道多少，参与多少，你是逃不了干系的。
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他都不是一个人，我会在他身后撑着的。说完了，告辞。不是，哎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什么毛病都是。哎，你好，你记得我吗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我前2天在这买了个项链，就在这放着那条特别大的那个，记得吧？哦，我记得。我想买一条一模一样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款已经卖完了。别的店没有吗？帮我查查呗。我帮你查一查，您稍等。快！不好意思，那是限量款，已经卖完了，没有了。全国都没了？没有了。好吧，谢谢啊。这么便宜啊？假一罚3，差不了。好吧，那个项链的事我给你搞定了啊，一模一样。人家说了，假1罚3，我看这个评价还不错啊，放心吧。哎，挺好，物美价廉。这个方案都做过2次了，怎么还做成这样啊？跟设计总监说，重做，没给他们发工资啊？都是出工不出力。领导，你好啊。石姐，我这辣酱你要吗？不用了，你吃吧，谢谢啊。吃好了。跟谁聊呢？笑得这么甜。一个朋友。呸！谁答应当你领导了？你是没答应过，不过我已经答应当你的属下了。你不答应也行。但是要给我打个辞职报告，我同意签字才算数。切，那不成了你是领导了？说正经的，做我的私人教练吧，不占用你太多时间，1周1次就行，付费。可以考虑。领导让你问的事儿，你问了吗？第一时间就问了，也向警方表明了我们的态度。你这个朋友不一般啊。怎么？因为你笑得很不一般。有梦。看，你这个有梦，好有内涵。说吧，到哪一步了？什么时候带到我面前，让我见见过我这一关？就是一个普通朋友，只见过1次面。我们2个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
它挺好喝的。多次也想吃。为什么不喝呢？不是有些人不馋过去呢，我跟你说汤呢，人怎么还得有这事儿啊？吃饭啊，吃饭。想什么呢？来，为了我们的成功庆祝一个！3、2、1，茄子！嘿嘿。服务员，来杯咖啡。开心吗？怎么样啊？最近？你没看见我黑眼圈吗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之前都没睡好。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太心虚了。万一被侯爵发现了，我想象不到他会做出什么来。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心放肚子里吧啊！这件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都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他怎么知道啊？再说了，他要是早知道，早就表现出来了。可是他是……您好，您的咖啡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说，他是没表现出来，可是我给他发微信啊，他就对我态度特别冷淡，都不怎么搭理我。而且我说你有空一起吃饭，他就说不着急。你看看，人家多懂事儿啊，这不怕耽误你工作吗？那你就听他的呗。迪拜回来以后，你再约他吃饭嘛。玛丽啊，我求求你了，迪拜我真的不能去。跟侯爵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方露，做人要厚道啊！我刚帮你铲除完一劫，你一回头一扭身，咣当把我踢了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就单指不去迪拜这一件事情。总之，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方露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姐妹关系，你就这么给我挖坑啊？人家把机票都订好了，明天就出发去迪拜了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，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？你真要是把我当姐妹，你考没考虑过我一点点我的感受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现在就是准备好不顾一切了，是吗？好，我看咱们这么多年姐妹是白当了。行。啊，对了，你的项链。玛丽。这条项链就当做是我补偿给你的，好吗？小葛，快递到喽！哎呦，终于到了，再晚点来不及了。这好东西不得慢慢来吗？你看这包装，绝对没问题啊！哎，你看，
假一赔三，放心吧，好东西不怕来的晚。包的真严实。哎，还一层。哎，这谁能拿？哎，不错不错。哎哎，怎么那么多？你不就付了1条的钱吗？哎呀，咱这赚了，他肯定发错了。这好事啊！不是吧？人家不是假一赔三吗？这不假一吗？这不赔的3吗？妈呀，让人忽悠了，省得你投诉了。哎，这网上不可信啊！你这瞎买，告诉你便宜没好货。不是这，开玩笑一样吗？这也太假了吧！其实我看能看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吗？我看不出来，还行，这好像真看不出来，是吧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做的挺好啊。啊，亮，你看这反光，你看，哎，还挺闪。那先拿这个顶一顶，先顶一顶吧。我赶紧撤案吧。对，你看那几条怎么样？你挑个质量最好的给我看看。还在那看。我先跟房主说，项链找不到了。这个给你啊，剩下那3条我拿走。你要干嘛呀？我送钱去。对，反正都是项链嘛，也挺好看的，就给上呗。剩下2条送天哥，给他媳妇儿。你还扎着人家，这做工那么差。这挺好。这条是我的啊。那你的。你给我找个好点的包装，我拿塑料袋像什么呀？这个行。来呆萌酒吧，我要见你。好的，侯爵哥哥，我马上过来。侯爵哥哥，来，坐，坐。你好，请问您要点什么？一杯橙汁就行了。好，请稍等。你不生我的气了？我生你什么气呀？我那么小心眼。那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。什么？啊，这个项链我找到了。不可能！我都难为死那家餐厅的经理了，我让他们必须把项链找出来，他们掘地3尺，每一个角落都找了，终于给找出来了，不容易的。你好，您要的果汁，请慢用。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项链。哎。对，确实不是你的项链，但是我特别不能相信是11偷了你的项链。你是不是喜欢51？你说什么呢？跟项链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喜欢51，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？露露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对你好，那你是我妹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受欺负了，你受委屈了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能不管你吗？但是51是什么？他是我保镖，他每天为了我出生入死啊！啊，你这么针对他，你不相信他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做不了朋友。所以，你就买一条假的项链，就是想让我撤案，对不对？我确实想你撤案。我觉得这个项链没那么重要。如果跟11以后的前途比起来，你不撤案，他的前途就毁了。我就是要毁了他，毁了就毁了呗。他凭什么每时每刻都能待在你身边，而我不能？你说什么？
我这么说啊，这件事我想过特别多可能性。我想过你是不是真的掉了，或者说我想过你是不是真的把它忘在哪个角落里。有一个是我最不想去相信的，就是你污蔑51。但是我现在看起来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我没有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气话。露露，我当哥哥的劝你一句啊，如果这个事是真的，我希望你能撤案，我不会找你任何麻烦。但是如果你不撤案，被我找到任何证据和线索，我会直接交给警方，而且不会原谅你。先走了，想好了给我打电话，啊。不吃。哎，你怎么就不吃了？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！心里有事儿。哎，哎，你怎么也不吃了？侯总，这个案子啊，没有多大事儿，你别担心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什么叫没多大事儿啊？还得怎么叫大事儿啊？啊，几天能过去啊？是10天呢，还是多久啊？那11天天在那被摔，都摔成什么样了？不光摔，还有踢呢。训练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队员就……哎，我说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呀！走，给我收拾东西，走。真是。我一夜没睡，准备去撤案，你能陪我一起吗？我害怕。好，等着我，我来了。我神经病啊！真是。什么？你要撤案？对，我想撤案。你们的案件是公诉案件，可不是说撤就能撤的。那警官，这个项链肯定不是51偷的，就算中间有误会，那也是另有其人，不可能是11。你过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。你说的对，确实另有其人。抓到了吗？我们的民警根据已有的线索，调取了周围的监控，将怀疑对象放在了王玛丽身上。我们的便衣民警刚去接上门调查的王玛丽的时候，她正带着这条项链准备出门。这款项链的每一个卡口处都刻有一个数字，也就是她的身份证明吧。我们对王玛丽的那条项链刚才已经进行了检查，就是你丢失的那条。方璐，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？哎，现在找到了？找到了。在哪里找到的？11姐，11姐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能原谅我好不好？干嘛呀？我不懂事，我年纪小，我太任性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让他们原谅我好不好？方璐，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做个笔录。侯爵哥哥，我们这算是过来自首的吧？那自首是不是就没什么事情了？自首有没有事我说了不算呢。方璐，你跟我们去做个笔录吧。方璐，走吧。
你先配合警方调查啊。走吧。对不起啊，这几天委屈你了。你道什么歉呀？又不是你的问题。这不也是因我而起吗？方璐和王玛丽对栽赃诬陷51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两人的供述基本一致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工作，还我一个公道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你提供的线索为我们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我们也应该感谢你。哎，警官，那他们两个今天就要关在这儿了吗？除非有合适的人愿意为他们取保候审。他把我拉黑了啊？你说你还招他干嘛呀？我就是想谢谢他。要不是他，咱俩现在哭都没人听见。那倒是啊，他这个人吧，还是真挺仗义的。玛丽啊，咱俩解约吧。嗨，本来咱们俩也没有合约，都是口头的。你要真不想干了就不干了呗。正好我最近是心挺累。哎，等事情完了，我想回家陪陪爸爸妈妈，再看看接下来在干什么。玛丽，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。你说这个干嘛呀？这件事儿前前后后都是我帮你出的主意，你没在公安局把整件事推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要真说感谢的话，我应该谢谢你。这些年出来打拼，说实话真没交到几个朋友，但是你算一个。哎呀，真是不经事看不透人心啊！说实话，我这些年也没交到什么好朋友。但是方璐，你真的是个好姑娘。玛丽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就不陪你了。咱俩就在这儿说再见吧。好啦，我走啦。哎，出租车！王春花啊！方璐，我说这么多人，别叫我大名儿。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璐，好久不见。你们看，
这是我第一次直播的地方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我来这儿是来跟你们告别的。我来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你们的地方，所以我也想在这里跟你们告别。我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认识了一个男生，他高大、帅气，而且很温暖。他真的对我很好，给了我很多安全感，就像一个哥哥照顾妹妹那样，给了我很多依靠。我做梦都在想，我要是能永远都陪在他身边就好了。可是我做了不对的事情，所以就失去了他。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真的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。我今天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现在我已经关闭了打赏通道。今天的你和今天的我就是朋友，要好好听我唱歌哦，特别是你，一定要好好听。干杯！干杯！好了，别拍了。哎，来，干杯！干杯啊！干杯！来，我这也太多了。可以吃了吧？可以了。十一姐，我们发现你最近越来越漂亮啦。有吗？有啊。那得感谢你们钱教官。感谢我啊？啊，你是应该感谢我。好，陆强。哎。小欧总，我看这都6点多了，要不我给你点点什么吃的吧？不太饿，点吧，点点吧。好。有个事儿。我看到钱钱啊，在我们群里发了照片，和十一他们在外面聚餐。我看看。哎，你问问倩倩他们在哪儿吃饭？问问。来，正好我也饿了，走走走。哎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待会这个披萨你们谁吃了？别浪费了。这个好好吃啊。
哎呦，这个好好吃啊！我想吃薯条。给，你们还有人吃薯条吗？我想吃薯条，我也要吃。你们不吃薯条吗？啊？安静一下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，让我们呢一起举杯，庆祝11沉冤得雪，光荣归队，干杯！干杯！小声点，谢谢。你好，给你上些德式小点。我们点这个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，这是一位先生送的。一位先生送的。是的。还有天上掉甜品的事儿啊？哎，那先生高不高？帅不帅？我们想见见他。愁烦你花痴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那位先生，不过他已经结完账走了。他结完账走了？各位请慢用。哎呀，那走了就走了呗，咱们不管他，不吃白不吃，咱们赶紧吃，赶紧吃。来，吃吃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来拍张。哎呦，真好看！哎，你给我看一下你。我感觉这张好看。来，给我看一下，你发群里，发群里。等我给你调个色啊。调什么色呀？快快，这披萨真的很好吃啊！我都吃饱了，你别岔开话题，你赶紧给我看照片。知道了。谢谢你，屎壳郎侠。这个告密的叛徒是你吧？好像是啊。哎，走。好舒服！哇，今晚的月亮又大又亮啊！那是因为我们11今天高兴啊。拜托你当会儿男的。烦死了！你是有多想嫁？我是不想浪费咱们这良辰美景嘛。好啦，宝贝儿。师爷，你这客户也太贴心了吧？可惜，为什么世界上的好男人都被坏女人收编了呢？也是啊，这就是难解之谜。哎，你就不能跟他说说吗？啊，就别娶那女的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劝助也算功德一件嘛。我觉得顺其自然才是功德一件。顺其自然。啊！我的包！来人，还给我！抢劫！来人，抢劫！110吗？我要报警，这边有人抢劫。哎，田哥，别在他们闲聊了，我要赶紧把后出学生搞一搞啊！快看，这是高手！我给你们发群里。什么呀？视频，我发群里了。发了吗？发了。哇！哎，老板，我怎么看这个，有点像是那个11姐。我偷看人隐私了，这孩子。哎呦。
大清早上有病吧？不看你发那些没营养的视频。啊？那行。不。哎，这个太牛了，这个。昨晚有网友上传的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内容精彩激烈，有网友质疑这是摆拍制造噱头，但根据记者走访调查，已基本确认其真实性。这是昨晚发生在本市的一场飞车抢夺案件，劫匪在抢夺得手逃离现场的时候，被一群见义勇为的女孩瞬间制服。如画面中大家所看到的，整个制服过程不超过10秒。网友纷纷点赞、转发宣传，并猜测这几位身手矫健的神秘女子是什么来路。是神鹰安保公司，进一步调查。我姓赵。下面请看本台其他报道。你好，你好。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，不愧是做记者的。啊，我也是刚刚看到的。对，是我们公司的几位女随卫做的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做个人宣传，不用真名字。你说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如果成了社会名人，那以后还怎么工作啊？啊？来，做的包子来了，来，赶紧吃饭。哎，吃饭。对，宝娟。对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跟11交接啊？交接？公司说让我继续为你服务啊。啊？是甲方提出的要求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合同不是我跟你们公司签的。那我叫11回来，你不介意吧？是有什么我做的不好的吗？不是，你别误会啊，你做的非常好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秀。就是我跟11吧，我俩时间长了，也比较熟悉，处得跟哥们儿似的，也算是这个过命之交了。是啊，所以说我俩就比较习惯。所以是因为你习惯了11的服务，让他跟你工作，而不是因为我工作的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不是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你要是喜欢11呢，你就告诉他嘛。我什么喜欢什么11，我俩就是时间长了比较熟嘛，对吧？跟你说像哥们儿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我没不喜欢他，我喜欢，不是我也喜欢他。我喜不喜欢他？到底我俩吧？哎，你吃饭。说你瞧你自己都没弄清楚，真是。行了，小周，你多吃点，以后晚上就吃不上了啊！来，再吃一个张姐做的包子，来。啊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没事，以后你要吃我做了给你送过去啊。吃，你也吃。来，以后吃不上喽。我够了。哎，你们都不要走，来，大家都停下，边吃边听我说2句。哎呦，都停下了，也成。这接下来啊，我要说的话，确实是比较严重啊，你们都听好了。吓你们的，是好事儿。网上的视频我全都看了。田小燕，到。51，到。常菲菲，到。孙明发，到。王大妮儿，到。
你们5个好样的！我在这里给你们提出表扬，你们是全公司的骄傲，是全公司的榜样。事情啊，虽然看起来不大，但是你们为公司争了光，为咱们行业添了彩，鼓掌！吓死我了！我也怎么了呢？我也是。说实在的，看到网上大家一片好评，我真是比签了很多单的任务，比得到甲方的认可都要开心1万倍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见义勇为的队员，公司官网会通报表扬，并且予以实物奖励。还有啊，我已经跟厨房说好了，中午每个人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个大鸡腿儿，只要你们吃得了。吃不了啊！哎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赵总。嘘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前不久51受到了不白之冤，但是呢，他表现出了过人的职业素养，遵守公司规定，积极参与调查，还为大家做陪练，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负面情绪。他的这种做法，维护了公司的信誉，捍卫了行业的形象，也为大家在今后遇到同类事情提供了参考模板。给11加个大鸡腿儿。对，加10个。加10个。总之，各位，我们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每一个队员都成为最优秀的队员。兔子，开吃！11啊，我有事跟你说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我跟智荣建设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。只是他们觉得南绥卫在侯姐的身边更合适。明白。公司决定了，为了表彰你这段时间的表现，你这个月还是按照合同标准拿绩效。谢谢赵总。11，调整好身体，新的工作说来就来。是。侯总，买回来了，来，把门关好。您要的包，我给您买回来了，谢谢。您看一眼呀。哎，不，这万一我不能代表你审美怎么办？人会怪我的。你的审美比我的审美好多了。只要牌子对就行。女人的包我不太懂，什么好看不好看什么。哎，那这个女人怎么样？这个女人好不好不太好说，但是挺厉害的。还有您拿不下的吗？不可能。哎呀，我也有拿不下来的人。您太谦虚了。行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哎，对了啊，那个地砖的事现在怎么样了？工期啊，你一定要注意工期。我已经在尽力调查了，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延误工期的，我记着了啊。哟，哎，小胡总，哎，马总好。哎，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趟银行。不，我有一堆票，你赶紧给我跑出来。改天再说，我忙着。马上。你快点啊！爸，我跟你说啊，11那事儿查清楚了，跟11没关系。
都是那个方路跟他一个朋友弄的这事儿。嗯，安保公司的赵总都已经跟我说了。那你都知道了，咱就让11号来上班吧。啊，我是这么跟赵总说的，还是留下那个男保镖吧，女保镖太麻烦了啊。有什么麻烦的？那11在公司干得多好呀，又能当保镖，又能当秘书的，他办事从来也没差过呀，对不对？怎么突然觉得麻烦了呢？你看周全，我现在换的我都不舒服，我都11习惯了已经，是不是？麻烦吗？不麻烦吧？你看不看吗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跟51的关系，不像是雇佣关系那么简单呢？怎么不简单了？你爸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觉得11挺合适的，就是，对吧？那你要不想换就不换，那男的就男的，不换不换。行行，不换不换。哎，马总来啦！哎，马总来啦！哎，马总，哎，红姐来报销。你叫谁红姐呢？你把我都叫老了。那不就嫌我年轻了吗？哎，马总，怎么还不结婚？哎呦，你这一句话就戳到我痛点上去了。你想啊，现在的女孩子，这要哄要陪，还要供着。我这把公司都当成家了，我哪有时间呀？之前谈了俩，这一忙，人回头就把我给踹了。哎，马总，现在有没有中意的呀？对呀，马总，跟我们说说呗，有没有喜欢的呀？你们今儿这是想推荐我去《非诚勿扰》是吧？然后你们做亲友团是不是？哎，你看那小甜甜怎么样？是啊。谁小甜甜？甜米。小甜甜？哎呦，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你我可都知道啊。你们想让侯总第一个开除我是不是？人家小甜年轻漂亮，还那么知性，我配得上吗？哎，那可不一定啊。你可不知道，我们每次谈起你的时候，小甜那眼神，那表情，你没看见？就是啊，我觉得啊，他是喜欢你。对，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，都知道。求各位大姐了，别再拿我打岔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根本不喜欢他这块。我喜欢呀，大家闺秀。哎，真的，你看我每天累得跟加班狗似的，回到家往那沙发上一躺，有人给我端茶送饭、洗衣服，那我多舒服呀！有这样的，你们一定要介绍给我。非诚勿扰啊！女同事开始怀疑咱们了，相亲千万别听。咱们闺女挺棒的。有什么可美的呀？最近出那么多事儿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切，你说11这孩子吧，从小就这样，报喜不报忧的。怎么还有这么坏的人呢？连11都要诬陷，这个人的心也太黑了。就是，
说这个侯爵，看着挺有教养的，遇到事儿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呢？哦，女朋友说一句就把11退回去了，这公理在哪儿呢？放心，阿姨，我找过那个姓侯的了，我给他施加了点压力，得让他知道，咱11不是孤立无援一个人。嗯。而且本来我也打算好了，就算警察没能及时破案，我也会通过法律手段，去为11讨回公道的。谢谢你，兰七。阿姨应该的。其实我一直不太同意11做保镖这个工作，风险又大，还得不到客户的尊重。出了问题吧，得拿保镖先问责，又舍命，还又受气。虽然说收入不低，但是都是拿命换来的，何苦呢？可这是11喜欢的职业，你要让他改行，他肯定不同意呀。不是怎么知道呀？是。兰琪啊，你人脉资源广，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11找到适合他的工作？哦，是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叔叔阿姨，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安保部门呢，比较适合他。按照他的资历呢，进来就可以当经理。第一个，收入不会比私人保镖少；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风险要低太多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但是叔叔阿姨啊，这事儿咱们不能做主，还得问他自己的意见。毕竟咱们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了。对。我知道你们也着急，但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在合同期内把设计图纸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最近公司人手也不够啊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好，拜拜。喂，钱教练，啊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马上到啊！你千万别生气啊！死了！快点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哎，侯总，不用，你就在外面等我啊。你先去里边等我。好的。倩倩，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第一天上课就迟到，还想不想学了？倩倩，你刚才严肃的对我说话的时候的表情，好有派头。少嬉皮笑脸的，想学吗？我当然想学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下不为例。咱们现在开始吧。不可以。如果今天是我的队员迟到了，当然他们不会迟到。假如是他们迟到了，他们会接受体罚，跑步1万米。跑1万米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院子，跑1圈大约1200米，跑8圈吧。什么？开始吧。你是说让我跑啊？难道让我跑吗？哎呀，倩倩啊，不是，那个钱教练，你听说啊，这个事儿啊，你事先没跟我说好啊，咱们事先也没把这规矩给立好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要是早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多的事儿，我一定会提前到。还有啊，我怕我这么多年都没跑过步了，而且我现在身上有一身的毛病，真的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咱们重新立个规矩，好吗？身体不好是吧？是啊。跑步，出汗就都好了。我是教官，我说了算。哎，钱教练，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花钱买，1米1块钱。侯总，
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花钱买的。那看来还是给少了，1米2块钱，我买，行不行？我数到3，如果你不跑，我就走。1，哎，行，我跑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你看你喜不喜欢？跑步，走。这里呢是我们集团下属的酒店，叔叔阿姨要是喜欢吃这里的菜啊，随时欢迎来啊，我签单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谢谢蓝琪。下次来我家里吃饭啊，我做拿手菜给你吃。好嘞。那叔叔您，我捎你一程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你也挺忙的，我自己走吧，挺方便的。对，让他自己走吧。好嘞，我走了啊，叔叔阿姨。拜拜。拜。等一下，我噎着。我好多年都没像今天胃口那么好，吃什么都香。其实呢，跑步还是挺好的。钱教练布置的任务，我必须得完成到最好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今天跑完步以后，我的球打得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好。看来这跑步啊，还真挺好。这是还想着下次再迟到啊？怎么着，跑步跑上瘾了呗？对呀。关键是我尝到了迟到的甜头。跑步，出汗，还能坐下来跟钱教练吃顿饭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还能戏气你。我看你生气的时候那个气鼓鼓的样子啊，我内心中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开心。你要是下次再迟到，惩罚的方法不一定是跑步。我惩罚人的办法可多了。你想干啥呀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等你再迟到的时候再说吧。行，算你狠，你这小丫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是公司事儿多，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。下次啊，你能不能记得早点提醒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人只有对他不在意的东西才没有记忆。啊，好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哎，我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个面膜挺好的，我的朋友都在用，我留下了。好。这个包呢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啊。但是它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不是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谢谢你的面膜，拜拜。哎，倩。
进来。爸，我给您冲了杯咖啡，您尝尝。这是要干嘛呀？没事，给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怎么样？顺滑，味道不错。我爸就是懂行。年轻那会儿啊，为了赶工期做设计图，没日没夜的，我一天喝好多咖啡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岁数大了，我一喝咖啡，心里就发慌。太辛苦了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求我？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，就让51回来上班呗。不是周全不好啊，周全业务能力非常强，但是11当时不是因为被冤枉，咱们给人辞退的吗？我想咱们做人得地道啊，咱们至少把人合同期给他履行完，是不是？你为了让一个保镖能够履行完合同，你现在都学会好好跟你爸爸说话了，这点还真是惊到我了。这不都是应该的吗？行吧，让我考虑考虑，行吗？考虑。行，你考虑啊。咖啡少喝点。哎，太晚了睡不着啊。没事，给你带上啊。喂，侯总啊。喂，张姐啊，我是志荣啊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事儿。那个叫51的女保镖，她跟侯爵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哦，挺好的呀。反正他们俩又不吵架，又不怎么的。张姐，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。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。那个叫方露那个女孩的事儿啊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我是担心侯爵在处理感情这方面会有一些问题，他来找过好几次跟我说想让51回来。我呢，我确实有点担心。哦，嗨，这个呀，你放心，那11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正直的孩子。反正呢，我看他是对这个侯爵很严厉，该管的时候就管，这个该说的就说。反正我是眼看着这11来了以后啊，咱们侯爵啊，真的是像变了一个人。以前真的什么事都不上心，现在好多了，对工作呀什么都认真多了。所以你放心啊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张姐啊。您千万不要跟侯爵说我给您打过电话，我怕他知道了，到时候过来找我闹情绪啊。行，好，我不跟他说。好吧，张姐，谢谢了，再见。喂，侯爵，刚才你爸爸打电话了啊，问我你的情况。我呢是把该说的说了，不该说的呢我就没说，你放心啊。谢谢。你谢我干嘛？我又没替你撒谎。好了，行，我挂了啊。这爷俩真是。田教官，报告田教官，我又上岗了，恭喜你。
51同志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终于可以回家舒舒服服的躺自己床上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嫌我烦了是不是？你是嫌我赖着你了？你还不赖着我吗？我都没有办法找男朋友了。你别忘了啊，我可是有1票否决权的。Yes, madam。哎，你这次客户什么人啊？还是侯爵。啊？快来找赵总，让我继续回他那儿工作。哦，挺好的。又傻笑，有情况啦？肯定有情况，快说说，谁呀？是不是我认识的？不，你不认识。那谁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打球认识那个人。哦，哎，是不是就是你喜欢那种类型，一见面就有感觉的？其实吧，比想象的还要好。哇，一看是动心了。手机里有照片吗？给我看看，快！别！你找是，给我看看。还没到时候呢，现在只是有那一点点感觉而已。真没劲。啥感觉？我就是觉得吧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可以任性，可以撒娇，可以耍脾气，就是感觉跟他在一起特别享受做女人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说完美男人让你找到了？也不是特别完美。他的年龄有一点点大。大多少？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，他太优秀了，所以这个可以忽略不计。5岁、8岁、10岁、15岁。18、20岁、92岁。哎呀，什么意思？29？怎么就92了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找了个92的呢。不过这29，这也不小吧？我也挺担心这个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年龄相差这么大。那他单身吗？老婆死了，有个儿子。儿子多大了？不知道，我没问啊。那他对你呢？他对我呢，我也有点搞不明白。就是，我觉得啊，他是喜欢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对我的这种感觉呢，是恋人之间的，还是普通朋友之间的，还是长辈对晚辈之间的这种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我连人我都没见过。看你美那样子，一看就动心了。大是大了点儿，不过中年人嘛，也没什么不好嘛，成熟稳重，对吧？不像那侯爵，整天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。我觉得谁要跟他谈恋爱，做他女朋友，跟做他妈差不多。他妈？可不嘛。他妈？哎，侯爵，弄好了吗？公司的车快到了，马上啊，1分钟。好嘞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来了。哎，尝一块，能量块，出去出任务没吃饭，吃1块的顶1天，独家秘方。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过还是第一次有男的做东西给我吃啊。
别色眯眯的看着我啊！我也是第一次给男的做。哎，11来了，走，拿着。侯姐你好，我是51，接替周全，做你的安全随位。公司的车还在门口等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侯杰先生，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。别侯杰先生了，以后咱都是哥们儿。好嘞，那你们保重。好，一路平安。辛苦。哎呀，来，欢迎新朋友。哎，你不是，行嘞，别闹。哎呀，你有完没完呢？箱子，嘿，哎，张姐呢？张姐今天休假，去看她朋友去了。那还没吃饭吧？我叫个外卖。别叫外卖了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给你做顿好吃的，啊！你去收拾收拾，等我个几个钟头，我就做好了。行吗？放心吧。那我等着吃啊。刀工这么好啊？什么时候学的？哟，你是想过来偷偷学艺吧？我是觉得几天不见，厨艺见长。田螺姑娘附体了，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？其实吧，我是一个特别有深度、特别有内涵、又多面性又多元化的男人。所以我不可能让你一眼看穿我。我也不想看，万一看到肚子里全是各种蛔虫爬来爬去，都吃不下饭了。我的身体里只有高尚的灵魂和纯洁的肉体。你别跟我说话，你看着点那个刀，小心切着手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？不是，你一会儿受伤了是我的责任，是我失职，知道吗？我多冤呀！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不会再让你被冤枉了。行吧，我信了。还是第一次有客户为我做饭的呢。准确的说，好像除了我爸妈之外，还没人为我专门做过饭。真的假的？这顿饭呢？首先是为了你接风，其次，里面包含了感谢，包含了感恩，包含了很多的词汇在里面，都在菜里，一会儿吃就知道了。行吧，我这光看着也不合适啊，要不然我帮你干点什么？要不洗菜？行啊。哪个需要洗？这个吗？好。来，等会儿。给你绑个围裙，别把衣服搞脏了。来，不用了。哎，这个画面有没有感觉特别的温暖、温情，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？我自己来吧，来。绑完了马上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你去忙。我给你重新绑。干嘛呀？你重新绑，我自己可以，别动，别闹了。
孤独是一种病。祖传秘方，专治孤独。你看这个灯光，这个音乐，都这么到位，是不是该喝杯酒啊？你喝吧，来。一起喝一杯，我自己喝怎么？我说过了，工作的时候不能喝酒。今天咱们不聊工作，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放松一次啊，献给这个安静的夜晚。你确定？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不会走出这个门。我保证不走，我就走，我也从窗户走，成吗？摔死你！来吧。行。今天高兴。今天这杯酒加上这一桌子菜，主要是为了给你接风，其次是为了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还有就是对之前让你遭受的一点点委屈说一声抱歉啊。唉，破例一次喽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也谢谢你。前2天在训练场，你怕我被打死，然后护着我，我看出来了。虽然有点捣乱吧，我还是挺感动的。你看出来了，你看出来就太好了。我心里替你委屈啊，对吧？你被人打本来就很委屈，我看着你被人打，再加上你心里很委屈，我就更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，我要去帮你讨回一个公道。虽然我打不过你们那些教官，但是我可以赖他们，对吧？你只能赖了，来。有一些话，我以前一直不想讲，对吧？我也不爱那么聊天儿。但是今天，既然你都答应跟我喝酒了，我就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我一直以来对你的看法，之前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啊，我也是慢慢通过我们这么慢慢的接触时间久了，慢慢的了解。其实我挺心疼你的，有时候我觉得你特别不容易这一路走来。我知道你从小是爸妈离婚的比较早，然后你就去了训练队，每天训练，别人在上课你在训练，别人在购物你在训练，别人出去谈恋爱你也在训练，训练这么多年，找到工作，也找到男朋友，谈了一段并不那么靠谱的恋爱。虽然你不讲，但是其实我知道对你打击不小。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街上追他，到后来我看到你的一切的反应和状态，虽然你把自己包裹得很好，保护得很好，但是我从你眼睛里，从你的形态中，一次一次看到一些伤心和一些伤感，或者说是一些对自己的无奈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。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特别的心疼。为什么我跟你其
虽然闹，虽然是有时候有一些捣乱，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还是心疼你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值得被心疼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之前经历了很多，但之前经历的一些磕磕碰碰，一些坎坷，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。所有你人生中经历过的磨难，在未来都会变成你的财富，在未来都会变成你做任何事情的经验，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、更有力。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会心疼一下，会感慨一下，你这种女孩，51，你这样的女孩，一定会得到幸福，因为如果你不得到幸福，没有人会答应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觉得你碰到我，你特别的幸福，觉不觉得？好，最后这句话比较重要，是吗？为了你的幸福，祝你幸福。感觉到幸福了吗？哇！快点！你带我去哪儿啊？黑灯瞎火的。拐个弯就到了，你快一点！你不是准备把我拉去卖了吗？哟！当当当当！这简直跟童话世界一样。来过吗？这种地方，我记得侯爵小的时候带他来玩过。走吧，走。干嘛去啊？玩去啊！哇，这个是给年轻人玩的吧？我不行，你去玩吧，我在外头等你，去吧。我忘了，你年纪大了，老头不适合玩是吧？啥意思啊？嫌我是老头啊？我今天还玩给你看看。我告诉你，老头不输给你们年轻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冲动啊！哎，冲动是魔鬼啊！哎，那是出口，出口，那边进口。哎，你带钱了吗？带了。啊？这算什么呀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木马要让我设计啊，我至少让它提速2倍。按照你那么设计，这该成疯狂木马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小时候根本没这么多好玩的，我们就玩那个小的那个玻璃珠子，我们就这么玩那个东西啊，要不然就是在一个沙地上那个转椅，沙坑转椅，我都能玩上一天。你说说你们现在多幸福？我小时候就特别爱玩木马，后来到中学就不爱玩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就跟同学一起，什么刺激玩什么，什么惊险玩什么。可是现在呢，反而觉得特别喜欢坐木马，就喜欢这种慢悠悠的感觉。慢悠悠？你说我这个年纪喜欢慢悠悠，我倒是情有可原。你怎么也会喜欢慢悠悠呢？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走得慢一点，让灵魂跟上来，好像是这么个意思。琢磨起来有点道理。你也要老得慢一点哦。我这人吧，平时什么事儿都喜欢往复杂里想，就是把自己搞得挺累的。其实我早就已经忘了简简单单其实有多快乐。是的。所以按照你这么说，我不应该是你治孤独的大夫，我应该是你的药啊。对，包治百病的药。驾！驾！哟，下雨了。怎么样，老头身体还行吧？可以。老板，来2个烤肠。哎，好嘞。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。哎，你帮我治病这钱应该我来付啊。哎呀，被请客吃饭也是秘方之一。那岂不是白吃白喝啊？这个。老板，钱付了啊，再给我拿2个战马。好嘞。多少钱？20。好了，付完了啊。好，谢谢，给您。谢谢。谢谢啊。走。
哎，等会儿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喝完酒这么要的？真的。不是你少喝点，我怕我。酒呢？别喝了。酒呢？咱们掏心掏肺的聊会儿天好不好？边喝边聊。我觉得你不能再喝了。我干嘛不能喝？哎呀！加油！你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讲，你对我有任何看法你告诉我，但是你不要再给我喝酒了，好不好？认怂了吗？松了。行吧。你这个人呢，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咋不让人省心了？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客户。不过你也有很多优点。你有时候会有非常可爱的一面。对。你很善良，你看不得别人受委屈，包括我，还有那个方路，哎，还有那个黄月，对，黄月，接触太少，忘记他叫什么了。你优点还是挺多的。那你对这个其他方面，比如说我这个这没什么评价吗？这个啊，颜值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长成你这样的，挺可悲的。啊？真的，一个男人长成什么样其实并不重要。当然，好看没什么错，帅挺好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有趣的灵魂。我有吗？恭喜你，你有。有，我有。我的灵魂不能更有趣了，我简直太有趣了。不光长得好看，还有有趣的灵魂，这种男人极品呀！